还记得前几年有一个新闻，四川一女子剖宫引产后，因体内遗留了3块小纱布而死亡。当时这一离谱的新闻震惊了全网。由于医生的疏忽，小小的纱布都能置人于死地。假如是遗漏了别的东西，那可怎么办呢？大家不妨想象一下，如果你做了一台开腹手术，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医生把什么手术刀、剪刀或者止血夹之类的东西落在了你的体内，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可能一开始恢复期还会认为是伤口的疼痛，但1年半载过去后，疼痛一直都没有消除，直到再次做 CT 的时候被告知你的肚子里面怎么有一把剪刀，到时候你得多么的崩溃。虽然这些都只是我们随意开个玩笑讨论一下，但没有最离谱，只有更离谱。刚才提到的这些东西也真真切切的遗留在患者体内过，那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些离谱的医疗失误。首先我们要说的第一个案例就是一个名叫唐纳德·丘奇的患者。2000年6月，威斯康星大学医学的外科医生为唐纳德进行了一场手术，切除了胃部的恶性肿瘤。本来手术还算成功，可殊不知真正的磨难还在后头。起初唐纳德发现自己身体恢复得很慢，有时候晚上洗澡的时候，肚子时不时的会出现一阵剧痛。他询问过医生，得到的解释是，毕竟经历了一场大手术，不可能恢复得这么快，必须要好好静养。因此唐纳德也没有多想。可是这种情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日益严重了。每当疼痛来袭，唐纳德甚至都没有办法弯腰。而更离奇的是，有一次在机场轮到唐纳德的时候，金属探测仪就响个不停。工作人员仔细搜查了一遍，也没有发现什么，还以为是探测仪失灵了。在手术1个月后，唐纳德的家庭医生就意外发现他的腹部摸上去有一个形状奇异的肿块，于是建议他去医院拍个片。没想到不查不知道 ，X 光清楚地显示了体内有一个类似于切开器的东西，这简直是让人难以置信。手术切开器是手术当中保持伤口撑开的工具，一般用于外科医生探查和操作。照理来说，这也不是什么小东西，怎么会在唐纳德的体内出现？这下大家心中都有数了吧？这就是他这台手术作的妖。很快第2天，医生就给唐纳德进行了紧急手术，将异物取出。其实不要说唐纳德本人无法接受，就连其他医生都表示不可思议。虽然平时也会有异物残留在体内的情况，但大多数都是像海绵这类的小东西。这么大的切开器竟然也能被忘记在体内，还是在医生和几个助手眼皮子底下发生的。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真的让人难以信服。此事一出，威斯康星大学医院立刻开始清点了所有大型开腔手术当中用到的工具，因为这种手术较为复杂，最少也要用到200-300种仪器，有些超长手术的工具甚至会超过600个。有时候外科医生会在手术后用 X 光检查患者体内是否遗留异物，否则患者将会面临感染的风险。但其实仔细调查该医院的历史，唐纳德并非第一位受害者。据知情人士透露，从1997年开始，就先后有3位倒霉的患者碰上了类似的情况。不过好在异物及时被取出，并没有造成致命的影响。对此，医院给出的解释是，每年他们都要进行12000台手术，大概只会出现1次类似的医疗事故。虽然是极个别情况，但医院追求的目标应该是零失误。其次，外科医生总是习惯于清点较小的器械，就比如针头、海绵和纱布等等。但像是切开器这种大家伙，往往只是瞄一眼，心中就有数了，不会特意去清点，而意外就发生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这个理由各位觉得怎么样？反正我是接受不了，不能接受的打个1。事后，医院承认了所有的责任，向唐纳德公开道歉，并支付了10万美元的和解金。为了避免类似事故再次发生，医院还重新设计了手术室内部的计数法，进一步保证患者的安全。据统计，在手术过程当中，经常会有遗留的东西，包括纱布、棉签、海绵、夹子、镊子、内窥镜、手术刀、毛巾、切开器等等。虽然这些东西相对于无害，但大部分手术工具会刺破血管和重要器官，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即使是海绵、纱布这类东西，也会留在体内溃烂，形成肉芽肿，造成致命的影响。在2008年，美国外科年鉴的一份报告指出，约有12.5%的手术会在患者体内留下异物。不过这一数据只能起到参考作用，因为忘记海绵这种事情被默认为无害，所以几乎不会上报。可想而知，真实数据该是有多少。不过更让我好奇的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重大失误呢？想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得找到根本原因。在除了手术本身存在过分复杂的程度之外，最主要的就是错误的技术。在许多类似医疗事故的记录中，工具数量往往是正确的。在经历长时间的手术过程后，医生和护士都背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他们的注意力要绝对集中，
以至于会过度疲劳。而事实证明，人不是机器，总会有不可避免的犯错，因此忘记工具的风险也会随之增加。另外，急诊室本身也容易会让人混乱，在某些危急时刻，医护人员更加容易分心，从而忽视掉手头的工具。不过，还有一项研究表明，患者的体重指数 BMI 过高也会增加这一医疗事故的风险。具体来说，胖子做手术，医生医疗工具在患者体内的风险相比瘦子来说要更加的高。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难道是因为肥胖患者体内提供了更多的空间，让医生藏东西吗？这个无聊的问题就留给各位，或者有没有学医的朋友出来解释一下？那么，如果说刚才的唐纳德是幸运捡回一条命的话，那下面这个人该称他是倒霉还是天神下凡呢？1992年，缅甸的一位名叫吴文凯的村民接受了肠道手术。不过手术后，吴文凯经常会感到腹痛，起初以为是伤口发炎，就没有当回事，忍不了的就去小诊所开点止痛药，也就熬过去了。没想到这一拖就是26年，普通的止疼药对于吴文凯来说已经没有用了，有时候他也痛的晚上都睡不着觉，严重影响了工作和生活。与此同时，诊所的医生也劝他去大医院做个检查，痛了好多年，肯定不能再拖了。然而，当 X 光做完，结果让所有人都大吃了一惊。吴文凯的体内有异物，还是一把15厘米的止血钳。根据吴文凯回忆，自己只在1992年做过一次手术，后来就再也没有过了。也就是说，这把止血钳在他的体内待了整整26年。很快，医生给吴文凯安排了手术，取出了罪魁祸首。试想一下，吴文凯生命当中的大半时间都在忍受异物的折磨，真是让人痛心。有人指责他为何不尽早去大医院，可实际上，吴文凯的家庭条件并不好，由于生病也赚不到什么钱，所以只能去诊所开点最便宜的止疼药，长此以往，一直恶性循环。不过，可能是因为时间实在过去太久，当年做手术的医院和医生都没有站出来承担责任，甚至连一句道歉都没有。吴文凯一家只能孤立无援，无法讨回公道。但好就好在东西是被取出来了，起码人是舒服了，之后不会再引起困扰。希望这家人日后都可以平平安安。因为一个失误，让患者与止血钳共存了26年，这样的痛苦我们就已经无法想象了。但如果体内留下的不是止血钳和切开器这类相对来说圆滑一点的东西，而是锋利的刀片，又会是一番怎样的情景呢？这听上去像是在死亡的边缘疯狂试探了，可偏偏这个世界上从来都不缺离谱的事故。2003年9月，弗雷德里克·韦恩做了一场心脏搭桥的大手术。本以为手术很成功，殊不知这将成为弗雷德里克余生的噩梦。3个月后，他因胆囊疼痛入院进行治疗。然而 X 光显示，弗雷德里克体内竟然有一个刀片。原来在手术过程当中，外科医生就已经发现其中一个手术刀的刀片不见了。不过医生检查过患者的胸腔，并没有刀片的踪影，于是认定是丢在手术室的某个角落。可惜没有人想到，这刀片竟然不偏不倚地卡在了弗雷德里克的腹腔。情况很是棘手，因为弗雷德里克刚经历过这种大型手术，而且他已经60多岁，再来一场手术恐怕身体会吃不消。关键是这不是小手术，摘取刀片的过程相当的复杂，一旦手术开始，弗雷德里克将面临巨大的风险。经过多方讨论，医生认为从病人角度出发，最安全的方法就是让刀片留在原地，因为它的尺寸也就和用来缝合血管的缝针差不多大，不太可能会给患者的生命造成威胁，而且时间长了，刀片的周围也会形成软骨。可是再怎么无关紧要，对于弗雷德里克本人来说，还是留下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本以为心脏手术还算成功，自己劫后余生，但没想到留下了个祸根，整天忧心忡忡。事后，涉事医院向弗雷德里克及其家属致歉，认定这是一场严重的医疗事故，未来会对弗雷德里克的健康问题负责到底。然而，在2004年3月，弗雷德里克就去世了。虽然死亡原因与刀片无关，但很多人都怀疑异物的存在严重损害了患者的心理健康，这也不利于身体的恢复。根据研究表明，在1985年至2001年间，一家来自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保险公司提交了所有大型医疗事故案例，在这其中有54名患者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在体内遗留的异物多达61个，其中2/3是海绵和纱布，另外还有5位患者的子宫被异物刺破，1位患者的睾丸被刺穿。受害者发现异常后，都进行了2次手术才成功摘取，而有1人在手术过程当中去世了。虽然总体上来说，这种医疗事故较为罕见，可一旦发生，后果就不堪设想。如果说站在医生的角度上，确实每次手术后都会让他们身心俱疲，偶尔出现点失误是很正常的。
但站在患者的角度上来说，这个偶尔失误可能就会变成一个长期需要承担的东西了，不只是会对生理上产生伤害，心理上更是有着数不尽的折磨。能发现及时取出还是小事，要是危害到生命，或者有些手术不可逆，那就真的是身心俱焚。所以作为医生，还是希望把手术结束也当成是手术的一部分，尽可能的减少这类事故的再次发生。那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你们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医疗事故？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投币。我是正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